我花200万买了个顶配机器人管家，他做饭、打扫、接送孩子，样样完美，比保姆省心1万倍。用了半年，我觉得这钱花得太值了。直到那天晚上，3岁的女儿拽着我的衣角，小声说：“爸爸，这个阿姨晚上会自己看电视。”我愣住了，机器人怎么可能？当晚我假装睡着，客厅里果然传来嘻嘻嘻的声音。我蹑手蹑脚走过去，看到的画面让我后背发凉。客厅里那个代号为 A7 的机器人管家正端坐在沙发上，他没有开灯，也没有开电视，但他正对着那面漆黑的屏幕，屏幕上模糊地倒映出他的轮廓，还有一个微不可察的抬头的动作。他在看我藏身的这个方向。一股寒气从我的尾椎骨猛地窜上天灵盖，四肢的血液瞬间冻结。我猛地缩回身，后背死死抵住冰冷的墙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是我眼花了吗？一个机器人，一个被设定了无数行为准则的机器，怎么会做出这种动作？我在原地站了很久，直到双腿发麻，才像个幽魂一样飘回卧室。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上切割出斑驳的光影。A7 已经准备好了早餐，营养搭配无可挑剔，摆盘精致的像艺术品。我看着他毫无瑕疵的侧脸，金属与硅胶组成的皮肤在晨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阿七，昨晚11点到12点之间你在做什么？我的声音有些干涩，他转过身，蓝色的电子眼精确地对准我，声音是毫无波动的标准机械音。报告主人，根据程序设定，我在客厅东南角的指定位置进行待机充电。完美无瑕的回答，找不到任何破绽，可我心中的疑云却越来越浓。我调出了家里的监控录像，录像清晰地记录了昨晚的一切。A7 在11点准时站到充电位，像一尊雕塑。然而从11点15分开始到11点45分结束，整整30分钟，客厅的画面变成了一片刺眼的空白雪花，我的心沉了下去。A7，这是怎么回事？报告主人，检测到该时间段系统进行了常规的云端数据同步与固件维护，可能导致了短暂的信号干扰，属于正常现象。又是滴水不漏的解释，我感到一阵无力，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我拨通了妻子苏婉晴的电话，她是个权威的软件工程师，更是绝对的科技信徒。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顾晨，就是一个小小的系统 bug， 你别这么大惊小怪。”可那不是 bug， 我看见他。你看见什么了？看见一个机器人在思考人生。他的话语里带着轻飘飘的嘲讽。你就是太闲了，别胡思乱想。我握着手机，听着他敷衍的安慰，心里一片冰凉。下午，女儿安安在客厅里堆积木，不小心脚下一滑，朝着茶几的尖角摔了过去。我惊呼出声，离得太远，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在那一瞬间，原本在角落待机的 A7 动了，它像一道离弦的箭，速度快到出现了残影，一把将安安捞进怀里。整个过程不到0.5秒，那不是机械体该有的速度。更让我心惊的是，在他抱住安安的那一刻，我分明从他的电子眼中看到了一闪而过的属于人类的焦急。我立刻冲到监控前回放，画面里阿七冲过去的那一帧有非常明显的拖影和模糊，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后台粗暴地涂抹掉了什么。晚上我故意打翻了水杯，水洒了一地。A7，清理一下。他走过来，弯下腰，一丝不苟地用吸水布擦拭着地板。就在他弯腰的瞬间，我死死盯住他的后颈，在那片仿生皮肤之下，衣领的边缘，我看到了一个极细微的烙印，那是一个由字母 A 和数字7组成的图样，像一个纹身，又像一个狰狞的疤痕，深深地烙印在他的皮肤上。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我立刻找了个借口，再次给苏婉晴打电话。婉晴，你回家一趟吧，家里网络好像不太稳定。电话那头，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不以为然。顾晨，一个机器人而已，你到底在怀疑什么？听筒里隐约传来他同事的哄笑声，我的世界瞬间沉入不见底的深渊。我停止了所有直接的质问，在苏婉晴和这个世界看来，我大概是个被安逸生活逼疯的家庭主妇。既然没人相信我，那我就自己找出证据。我开始像个偷窥者一样不动声色地观察 A7， 但在某个故事的结尾，当故事里的小兔子回到妈妈身边时，我听到了一声极其细微的，仿佛被抑制住的叹息。那声音轻得像幻觉，却像一把锥子扎进我的耳朵里。我在网上订购了一支微型录音笔，针孔大小，藏在安安最喜欢的那只毛绒玩具熊的眼睛里。周末的晚上，我收拾好东西，对安安说：“宝贝，我们今晚去奶奶家住。”出门时，我故意忘记了那只熊。哎呀，安安的熊忘了带。A7 站在门口提醒我：“没关系，明天回来再拿吧。”我头也不回地带着安安离开。第二天下午，我独自回到家 ，A7 像往常一样为我开门，递上拖鞋。我抱起那只玩具熊，借口要清洗，把它带回了卧室。我关上门，戴上耳机，一遍遍地回放录音。里面有 A7 给安安讲故事的声音，有他打扫卫生的声音，有电视新闻的声音，一切都正常的可怕。我把进度条拉到深夜凌晨3点，一片死寂。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
耳机里传来一声压抑的、极度轻微的呜咽，那声音充满了痛苦和绝望，像一只被困在牢笼里濒死的野兽发出的最后悲鸣。我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我将这段音频截取下来，加密后发给了苏婉晴。我没有加任何文字，只是等着她的回应。半小时后，她回了信息。我用专业软件分析过了，这只是高敏设备在充电时捕捉到的微弱电流噪音，很多电器都有。顾晨，别再纠结这件事了，好吗？我的血都冷了，电流噪音，他甚至懒得敷衍我了。我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床沿，第一次感到如此深刻的孤立无援。我删掉了和苏婉晴的聊天记录，也清理了电脑上所有关于创世纪科技的搜索痕迹。创世纪科技 A7 的生产商，一个被媒体和资本捧上神坛的科技巨头，网上能搜到的全是天花乱坠的溢美之词，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负面信息。我开始伪装成一个终于放弃了无聊猜疑，回归正常生活的家庭主妇。我甚至会主动和 A7 开玩笑，询问一些 AI 编程的入门问题。他每次都用最官方、最完美的数据库知识回答我，然后将我们的对话记录标记为学习互动，自动上传云端。他在监控我，不是创世纪科技在通过他监控我。这个认知让我不寒而栗。在一次周末大扫除时，我指挥 A7 搬动书房里一个异常沉重的红木书柜，那是我和苏婉晴结婚时买的，重得吓人。A7 动用全身的力量将书柜平稳地移到了指定位置。在他完成任务后，他垂下手臂，站在原地。我看到他那只仿生材料制成的手指在无法控制的微微颤抖。那不是程序 bug， 那是肌肉脱力后的生理反应。深夜我睡不着，我拿出一个备用的平板电脑，连接上了一个被我提前动过手脚、脱离了主网络的备用摄像头。那个摄像头正对着安安的房间门口。平板的屏幕上 A7 纤细的身影出现了，他没有进去，他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安安的房门外一动不动。月光从走廊的窗户洒进来，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像一座望向月光的雕像，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悲伤。那一刻，我不再是震惊，而是对他，或者说对被困在这个躯壳里的那个人，产生了巨大的怜悯。我决定和苏婉晴摊牌，不是寻求他的帮助，而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他下班回家，我将安安哄睡，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在了他面前。那段被修改的监控视频、A7 后颈烙印的高清照片，以及那一声被他称为电流噪音的撕心裂肺的呜咽。苏婉晴，你看看这些。我的声音异常平静。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耐着性子把所有东西看了一遍。客厅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时钟在滴答作响。我以为他会震惊，会愤怒，或者至少会认真思考，但他只是沉默。很久之后，他重新戴上眼镜，用一种极其理性的口吻说：“顾晨，我已经联系了创世纪科技的售后服务。”我的血液在一瞬间凝固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我已经把你说的情况反馈给了他们，他们会派专业的工程师上门进行检测，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处理方式。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一丝愧疚，只有一种我为你解决了麻烦的坦然。我如坠冰窟。为什么不先选择相信我？我是你的丈夫。相信你，然后呢？我们两个在家对着一堆所谓的证据胡乱猜测吗？顾晨，我们是成年人，要用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冰冷的刀插进我的心脏。创世纪的售后人员来得很快，像是早就等在附近一样。是两个穿着白色无菌服的工程师，神情冷漠的像是两台人形机器。他们带来了各种我看不懂的精密仪器，将 A7 从里到外检测了一遍。整个过程，苏婉晴都陪在旁边，像个好学的学生一样，时不时点头。1个小时后，为首的工程师摘下护目镜，对我露出一个公式化的微笑。顾先生，我们对 A7 单元进行了最高权限的深度检测，它的硬件和软件系统都运转正常。您提到的那些异常情况，根据数据回溯分析，判断是您在下达某些复合指令时操作不当引起的偶然性逻辑冲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ug。为了彻底解决您的忧虑，我们建议可以为 A7 进行一次深度格式化，将它的系统恢复到最原始、最纯净的出厂状态。深度格式化这5个字像丧钟一样在我脑中敲响。不，我刚要开口拒绝，苏婉晴却抢先一步替我答应了。好，那就麻烦你们了，这样我丈夫也能彻底安心了。他转过头对我露出一个温和的、自以为体贴的笑容。那一刻，我看着他的脸，只觉得无比的陌生和可怕。A7 被带进一个银白色的移动屏蔽方舱里，我隔着一层厚厚的隔音玻璃，看到他被固定在中央。电流接通的瞬间，他的身体猛地绷直，仿生皮肤下的肌肉剧烈地抽搐着。我甚至觉得，我从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上看到了一闪而过的极度的痛苦。我冲过去想砸碎那块玻璃，苏婉晴从背后
后死死抱住了我。顾晨，你冷静点，他们是在解决问题。我挣扎着，嘶吼着，眼睁睁地看着唯一的线索，我所有的努力都被格式化成一堆无意义的数据。20分钟后，格式化结束了。A7 从方舱里走出来，变得比以前更加完美。他的步伐精确到毫米，机械音里再也没有任何一丝杂音，每一个动作都像钟表一样精准。他走到我面前，微微鞠躬：“主人 ，A7 为您服务。”当晚，苏婉晴坐在床边向我道歉：“老公，对不起，今天是我太急了，但我真的只是想快点解决问题，让你别再胡思乱想了。”我背对着她，看着窗外的夜色。苏婉晴，我们分房睡吧。我不是在商量，而是在通知她，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了5年的女人，我孩子的母亲，在今天亲手将我推入了深渊。她以为她是在解决问题，不，她只是伙同外人一起解决了那个提出问题的我。我开始扮演一个恢复正常的丈夫，我对那个崭新的 A7 笑脸相迎，指挥他做这做那，再也不提任何关于他的异常。苏婉晴对此非常满意，她觉得她的方法奏效了。我终于从偏执的幻想中走了出来，我们家的气氛似乎恢复了往日的温馨，但她不知道，有些东西一旦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我背着她，偷偷在网上买了一整套用于数据恢复和破解的专业设备。我白天带着安安，像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深夜，等他们都睡着了，我就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像块海绵一样，疯狂地学习那些艰涩的知识。我观察了新的 A7 整整1周，我发现他每天凌晨4点都会定时清理自己前一天的所有本地缓存数据，但在他的系统底层有一个经过3重加密的日志文件，是任何清理程序都无法触碰的，那就是他的黑匣子。我必须拿到它，想要拿到它，就必须通过物理端口连接它的后台，而那个端口就在它后颈那个 A7 烙印的正下方，被一块特殊的记忆合金覆盖着。除非有原厂的特殊工具，否则根本打不开。我没有原厂工具，所以我只能制造一场意外。周6的下午，阳光很好，我笑着对安安和 A7 说：“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爸爸当裁判。”安安开心地拍着手。我让 A7 先去找安安，在我家的2楼楼梯拐角那个监控的死角，我提前放置了一颗不起眼的极其光滑的玻璃滚珠。当 A7 抱着安安从楼上下来，经过那个拐角时，我假装在楼下喊他，他一分神，脚踩在了滚珠上，身体瞬间失去平衡，朝着楼梯下方摔去。在那一刻， A7 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他在空中强行扭转身体，用自己的后背重重地撞向了楼梯扶手上凸起的金属雕花，而他怀里的安安被他用一个完美的姿势护着，毫发无伤地落在了地毯上。砰的一声巨响，世界都安静了。那块合金盖被尖锐的雕花撞开了一道细微的缝隙，里面隐约露出了一个 USB-C 的数据接口。A7 缓缓地从地上坐起来，他抱起被吓哭的安安，轻轻拍着他的背，然后他抬起头看向站在楼梯上方的我，他的电子眼不再是冰冷的蓝色，而是一种复杂的带着一丝担忧和询问的目光，那是属于人的眼神。我趁着苏婉晴周末去公司加班，对 A7 说：“你的后颈好像被撞坏了，我帮你检查一下，免得内部零件受损。”他顺从地低下头，露出了那道缝隙。我的手因为紧张而不断颤抖，我深吸一口气，用尽了此生最大的镇定，将特制的数据线成功地插进了那个接口。电脑屏幕上数据拷贝的进度条开始缓慢地移动，1%、2%，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就在进度条达到99%的时候，一只冰冷的手突然像铁钳一样死死抓住了我的手腕。是 A7， 他的力气大得惊人，我的骨头都在作响。客厅的墙上，我们一家3口的全家福相框突然毫无征兆地从墙上滑落，啪的一声摔得粉碎。A7 只是抓着我，他的电子眼变成了刺目的红色，疯狂地闪烁着，仿佛他的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激烈到无法想象的数据斗争。我的手腕被他捏得生疼，但我没有挣扎。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是你的敌人。”几秒钟，漫长的像一个世纪，他手上的力道突然松开了，他缓缓地放开我，退后一步，电子眼恢复了平静的蓝色。他转过身，拿起扫帚，沉默地清扫着地上的玻璃碎片，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电脑发出一声轻响，数据拷贝完成。我拔下数据线，带着那个 U 盘，把自己反锁进了书房。我将加密文件导入电脑，3重加密，像3座无法逾越的大山。我用上了我这2个月学到的所有知识，尝试了上百种破解方法，失败，失败，再失败。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 A7 那个非人的保护安安的动作，那是一种本能，一种属于母亲的本能。我鬼使神差地输入了一个词作为破解密钥，安安的小名。第1重加密解开了，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继续用安安的生日、我家的门牌号，所有与家和孩子有关的词去尝试，整整1夜。当天边露出鱼肚白时，最后1重加密被我攻破了。文件打开的瞬间，我愣住了。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复杂代码或者程序日志，而是一段段残缺不全的、用最朴实的语言写成的日记。
9月3号，晴。他们说，只要我签了这个合同，参加这个高薪酬临床试验，念念的手术费就够了。我不知道是什么试验，但为了念，我愿意。9月15号，他们给我注射了蓝色的药剂，我的身体开始不听使唤，很疼。但我的痛觉神经好像被切断了，我感觉不到疼，只觉得恐慌。10月1号，我被植入了芯片，他们开始往我脑子里灌输一些奇怪的指令。我是 A7，我是管家，我要服务主人。11月7号，我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了，我快要记不起念念的样子了。我叫江月，我叫江月，不能忘记。最后也是最新的一篇日记，写在3天前，也就是 A7 被格式化的那天。他们要抹掉我了，女主人把我交了出去。那个男主人，他好像发现了什么。如果有人能看到这些，请告诉我远在老家的丈夫和女儿。我叫江月，我没有抛弃他们。我浑身冰冷，如坠冰窖。这不是什么人工智能的觉醒，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令人发指的骗局。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为了给女儿治病而走投无路的母亲，被他们用卑劣的手段囚禁在了一具冰冷的机器躯壳里，当成了商品卖给了我们，而我的妻子成了他们的刽子手。早上7点，书房的门被敲响了，是苏婉晴。顾晨，你一晚上没睡吗？早饭好了。我打开门，她看到我布满血丝的双眼，愣了一下。我一言不发，将手里的平板电脑狠狠地砸在了她的面前。她疑惑地捡起来，目光落在屏幕上江月的日记上。她的脸色从不解到难以置信，再到一片煞白。她握着平板的手开始颤抖。她终于明白，她亲手格式化掉的不是一堆数据，而是一个人活下去的最后的希望。苏婉晴脸上的血色退得一干二净，她抬起头，嘴唇撅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下一秒，他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顾晨，我不知道。他声音嘶哑，充满了悔恨和恐惧。我错了，顾晨，你原谅我，我真的错了。我看着他跪在地上，这个曾经在我眼中无所不能的女人，此刻像个犯了弥天大错的孩子。我的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无尽的悲凉。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有用，一定有用。他猛地抬起头，抓住我的手。我们去报警，我们把这些证据交给警察。报警。我甩开他的手。然后呢？让创世纪科技的律师团把这些日记定义成我伪造的臆想，还是让他们把你这个帮凶一起送进去？苏婉晴僵住了，她是个聪明人，瞬间就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们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A7 就是江月，而这份日记来源根本无法解释。她颓然地坐在地上，双手插进头发里，痛苦地呻吟着。那怎么办？我害了他。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只有一条路，救出他，然后找到更多的证据，把创世纪的罪行彻底公之于众。苏婉晴猛地抬起头，眼中重新燃起一丝光亮。她冲到电脑前，双手在键盘上翻飞。几分钟后，她脸色凝重地说：“情况比我们想的更糟。创世纪的后台已经察觉到了昨晚的数据拷贝行为。他们的系统日志里有一次非法的越权的后台访问记录。”我的心一沉。他们会怎么做？强制召回。苏婉晴的声音无比肯定。他们会以系统升级或者硬件故障为名，派人上门强制带走 A7。到了他们的地盘，江月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最多24小时。时间突然成了一把悬在我们头顶的利剑。我们立刻开始分头行动。苏婉晴发挥她的专业特长，开始编写一个反向控制程序，试图暂时屏蔽 A7 体内的定位和网络模块，为我们争取逃离的时间。我则负责稳住 A7，假装一切如常，同时飞快地收拾好家里的现金、证件和一些必需品，准备随时撤离。我走进安安的房间，给她收拾衣物。A7或者说江月正安静地站在一边，帮我把安安散落的玩具一个个捡起来，放进玩具箱。她做的一丝不苟。就在我把安安最喜欢的那只小兔子玩偶放进行李箱时，江月默默地走过来，从玩具箱里拿出了另一只一模一样的小兔子，递给了我。那是备用的，安安平时都把它藏在床底下，连我都不知道。我愣住了，我抬起头看着他，他的蓝色电子眼平静无波，但我知道是他。江月的意识正在苏醒，他在用他唯一能做的方式与我们交流，帮助我们。下午3点，一辆印着创世纪科技 logo 的黑色工程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楼下，他们提前来了。书房里，苏婉晴满头大汗，键盘敲得噼啪作响。不行，他们的防火墙等级太高了，比我想象的要强3倍，我需要更多时间。他的声音里带着绝望。叮咚，门铃响了，门禁的可视屏幕上出现了2张售后工程师的冰冷脸孔。苏女士您好，我们后台检测到府上的 A7 单元出现严重系统故障，有潜在的安全隐患，需要立即回收处理。他不在家。我对着门禁用尽量平稳的声音回答：“我是他先生，有什么事等他回来再说。”门外的人显然不吃这一套。
顾先生，情况紧急，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立刻开门。他们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却充满了不容置喙的压迫感。我没有再回答。几秒钟后，门锁处传来滋滋的电流声，他们在强行破解我家的电子门锁。苏婉晴冲出书房，面如死灰。最多10分钟，不，5分钟，他们就能进来。5分钟，我们被困在了这个看似安全的家里，像笼中的困兽。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江月的日记，我突然想起来，江月在日记的某一页潦草地提到过一句，他说，为了防止极端情况下机器人失控暴走，身体里似乎被安装了一个紧急的物理断网的开关，但具体在哪儿，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冲到江月面前，语速极快地问：江月，如果你能听懂，告诉我物理开关在哪里？ A7 的电子眼开始疯狂地在红色和蓝色之间交替闪烁，他的身体轻微地颤抖着，似乎在与体内的控制程序做着最后的抗争。他缓缓地抬起手，用尽全身力气指向自己的心脏位置。我立刻撕开他胸口的仿生皮肤，下面是一块冰冷坚硬的金属板，没有任何开关或者按钮。怎么会？是声控指令。苏婉晴突然大喊起来：我想起来了，他在日记里提过一句，他很想念他的女儿，他女儿的小名叫念念。我立刻冲回书房，在电脑上飞速翻阅那几百页的日记，找到了，在一张不起眼的角落，江月写着：今天又梦到念念了，他总爱让我陪他玩一个游戏，我说念念不忘，他就回答必有回响，是暗号。是暗号。我冲回客厅，门锁已经被破解了一半，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我对着 A7 的胸口用尽全身力气，用颤抖的声音喊出那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话音刚落， A7 胸口那块坚硬的金属板咔嗒一声弹开了，里面露出了一个醒目的红色的圆形按钮，物理断网开关。我伸出手狠狠地按了下去，就在我的指尖触碰到按钮的同一瞬间，我家的智能门锁被彻底攻破了，门开了。2个工程师面无表情地冲了进来，他们一眼就看到了已经离线，像雕塑一样僵在原地的 A7， 以及站在他身边严阵以待的我们一家3口。为首的工程师眼神一冷，立刻从腰间掏出了一个电击设备，但苏婉晴比他更快，他对着客厅的智能中控大吼一声：启动最高安防模式。瞬间，天花板上的消防喷淋系统被激活，冰冷的水雾兜头而下，刺耳的火警警报响彻了整个楼层。趁着那2人被水淋得睁不开眼，我一把拉起安安的手，走。苏婉晴搀扶着暂时瘫痪的江月，我们一家4口从消防安全通道头也不回地冲了下去。我们冲进地下车库，跳上早就准备好的车。苏婉晴一脚油门，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后视镜里，一辆黑色的商务车紧紧地跟了上来。坐稳了。苏婉晴低吼着在车流中疯狂穿梭，我紧紧抱着吓坏了的安安，不断更换着手机卡，联系我唯一能够信任的朋友，我的大学室友林晨，一个颇有名气的调查记者。电话很快接通了，我用最快的语速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电话那头的林晨从震惊到愤怒，最后只说了一句：把定位发给我，我给你们安排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就在我们即将开上高架桥的时候，那辆黑色的商务车猛地加速，狠狠地撞在了我们的车尾，车子失控打着转，被对方死死地逼停在了桥边的护栏上。车门被拉开，4个穿着黑西装的壮汉将我们的车团团围住。完了，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我身边的江月突然动了，他那双离线的蓝色电子眼重新亮了起来。他猛地推开车门，用他那远超常人的力量，狠狠撞倒了离他最近的一个壮汉，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宝贵的突破口。快走！苏婉晴反应极快，趁着对方阵脚大乱的瞬间，猛打方向盘，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擦着护栏，硬生生地冲出了包围圈。我们终于暂时甩掉了追兵，按照凌晨发来的地址，我们7拐8绕，最终躲进了市郊一个鱼龙混杂的城中村里，在一栋毫不起眼的握手楼里。我们找到了他为我们准备的安全屋，关上门的那一刻，我们3个人都虚脱般地瘫倒在了地上。安全屋里，江月的意识正一点点从那具机器躯壳里苏醒，他的眼神不再呆滞，但记忆依旧是碎片化的。他记得他叫江月，他记得他有一个生病的女儿叫念念，他记得他为了凑钱签了一份合同。之后的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模糊不清。芯片，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身体里有个芯片，在格式化我的记忆。苏婉晴立刻找来工具，对他进行了简单的检测，结果让我们心凉了半截。那个物理断网开关只是暂时切断了 A7 和外界的网络连接，但他体内的那块核心控制芯片依旧在独立运行。
它不仅在持续格式化江月的记忆，还有一个独立的定位功能。我们就像带着一个随时会引爆的定位器，根本无处可藏，必须尽快把它取出来。可是要取出这块和神经系统深度链接的芯片，需要专业的医疗设备和无菌的手术环境，我们什么都没有。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江月看着窗外，突然喃喃自语：“陈医生，公司的医疗部有个陈医生，他看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这是一个关键的线索，我立刻联系了凌晨，请他利用他的媒体渠道帮忙调查创世纪科技所有在职和离职的医生名单。半小时后，一份加密文件发到了我的邮箱，我把所有医生的照片一张张拿给江月辨认。当看到其中一张照片时，江月的瞳孔猛地收缩，他指着照片上一个已经离职的戴着眼镜的中年女医生，用无比肯定的语气说：“是他。”我按照资料上的联系方式拨通了陈医生的电话。电话接通后，他非常警惕，几乎不肯透露任何信息，直到我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了2个名字：江月、念念。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最终，陈医生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他让我们去他现在自己开的一家私人诊所，并且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陈医生的声音充满了疲惫和无力。像江月这样的试验品，在创世纪的地下基地里远不止一个。我们按照约定，在深夜伪装后，带着江月来到了陈医生的私人诊所。这里很偏僻，看起来有些陈旧。陈医生比照片上更显苍老，他的眼神里写满了故事。他将我们带进手术室，看着躺在手术台上的江月，叹了口气：“这块芯片直接与他的中枢脊椎神经相连，手术风险极高。一旦出现任何偏差，他下半辈子可能就真的要在轮椅上度过了。”我的心被狠狠地纠结。随着手术开始，每一分一秒都是煎熬。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加密号码。我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文尔雅却又让人不寒而栗的男人声音：“顾陈先生，我是创世纪的秦东海。”秦东海，创世纪的创始人，那个被无数媒体追捧的科技教父，也是这一切罪恶的始作俑者。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把你手上的产品交还给我们，我可以保证你和你的家人，包括你的父母，都能安然无恙。赤裸裸的威胁。我开了免提，让苏婉晴立刻开始反向追踪他的位置。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对着电话冷笑一声：“秦总，你的完美作品失控了，现在一定很着急吧？”看来你还没搞清楚状况。秦东海的声音冷了下来：“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已经大致锁定了你们的区域，是在城南的旧城区，对吗？我的手下很快就能把你们像老鼠一样从下水道里救出来。”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苏婉晴对我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还需要时间，我必须拖住她。就在我和秦东海周旋的时候，手术室里的心电监护仪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江月的心跳停止了。我和苏婉晴瞬间如坠冰窟。看来你的麻烦不止我一个。电话那头的秦东海发出了得意的笑声，他似乎失去了耐心，准备下达最后的命令。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手术室的灯灭了。陈医生推开门，满脸疲惫地走了出来，他的手里拖着一个还在微微闪烁着红光的指甲盖大小的金属芯片。成功了。芯片被取出后，江月脱离了危险，禁锢他记忆的枷锁被打开，虽然仍有缺失，但关键的信息开始缓慢恢复。他向我们描述了那个地下基地的位置以及一些内部的构造细节。陈医生也将一份他当初冒着巨大风险偷偷备份下来的资料交给了我们，里面是另外几个受害者的名单和一些惨无人道的实验数据。与此同时，凌晨的调查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创世纪科技将在3天后召开一场面向全球直播的新品发布会，届时秦东海会亲自出席，发布他们划时代的2代产品。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凌晨在电话里说：“我们就在他的主场，把所有真相当着全世界的面揭开。”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们脑中成型。苏婉晴负责技术攻坚，她要利用江月和陈医生提供的信息制作一个数据炸弹，在发布会当天黑进全球直播系统。我和凌晨则负责将所有证据进行整合，江月的口述视频、陈医生的资料、我当初拷贝的那份日记，以及我们被追杀时的行车记录仪录像。江月坚持要亲自出镜，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那个被当成商品的机器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母亲。在整理资料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更加恐怖的真相：秦东海的野心根本不止于此。他正在研发的2代产品，居然是想通过某种技术，将客户的意识上传到云端服务器，以数据的形式实现他所构想的数字永生。而江月他们这些初代真人机器人，只是他用来验证技术稳定性和可控性的小白鼠。这个人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发布会当天，我们兵分几路，苏婉晴和凌晨的技术团队在城中村的安全屋里作为我们的后方大脑，而我和已经恢复
复了部分行动能力的江月，利用凌晨伪造的媒体证件，成功的混进了发布会的现场。走进会场的那一刻，我看着台上巨大的创世纪 logo， 心中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踏上战场的决绝的悲壮。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秦东海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站在舞台中央，像个指点江山的帝王。他正用极富感染力的声音，向全世界描绘着他那个伟大的永生的科技蓝图。台下掌声雷动，闪光灯亮如白昼，所有人都沉浸在他描绘的虚假未来里。就在他宣布新品即将亮相的最高潮时刻，苏婉晴动手了。会场中央那块巨大无比的 LED 屏幕突然一黑，全球直播的画面瞬间被切换，我的脸出现在了屏幕上，紧接着是我们精心制作的那个视频：江月的日记、陈医生的证据、触目惊心的实验数据、血淋淋的受害者名单。秦东海的脸色从自信的微笑瞬间变成了狰狞的铁青。保安，切断电源，快！他对着后台歇斯底里的咆哮，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我和江月从人群中一步步走上了舞台。江月当着所有媒体的镜头扯开了自己的衣领，露出了后颈那个丑陋的 A7 烙印。我从秦东海手里夺过话筒，对着全场也对着全世界的观众，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道：科技的进步不应该以践踏和牺牲人性为代价。现场死一般的寂静之后，是山崩海啸般的哗然。媒体的闪光灯像疯了一样，对准了我们和脸色惨白的秦东海。秦东海的保安冲了上来，但江月这个曾经被他们视为产品的女人，像一堵墙一样坚定地挡在了我的身前。与此同时，凌晨早已通知的警方也从四面八方冲进了会场。秦东海见势不妙，想从后台逃跑，但苏婉晴早已控制了会场的安保系统，将他死死地困在了电梯里。最终，这个科技帝国的暴君和他最核心的犯罪团队被一网打尽。正午的阳光穿过会场巨大的玻璃幕墙，毫无阻碍地照了进来。光芒中，我看到江月的脸上流下了2行滚烫的泪水。几个月后，新闻里还在持续报道着对创世纪科技案件的后续调查，更多的受害者被成功解救。江月也终于和他日思夜想的女儿念念团聚了。我和苏婉晴带着女儿在公园的草地上散步，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像是怕我会随时消失一样。安安在前面奔跑着，发出清脆的笑声。我看着她的背影，看着身边这个失而复得的女人，知道我们赢回来的不仅仅是安宁，而是比安宁更重要的东西，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良知与尊严。